大家好啊，昨天啊我们就说过郑大哲呀可能在其他网站发论文，如果 archive 被卡的话，果然今天就发了。要说他发的还真不是时候啊，因为我今天本来准备统计一下世界电动车大佬普遍存在私生子这个现象，以及威廉爱丽丝王如何拯救美国电动车市场的，来活了，咱不吃那个瓜了啊，那个瓜其实是臭不可闻的啊。这是一篇啊很有意思的论文啊，因为论文的作者郑大哲呢是一个民间的科技爱好者，那他在 archive 上啊这个上论文呢是始终不能通过，于是就上传到了这个叫 VIXRA 这个网站上。大家知道啊 archive 是科学预印本库啊，它是由康奈尔大学运营的啊，经过一定的这个审核过程，还是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的。这 VIXRA 啊，它是一个类似预印版服务器，但是没有审核过程，任何人都可以上面发布自己的论文或者想法，因此呢，学术声誉还是比较低的。那这篇论文的作者啊，我们想郑大哲呢，可能就是最后没办法了，只能选择发布在 VIXRA 上啊。不过呢，这个 VIXRA 的论文啊，通常啊需要更多的审查和验证。那我们说 archive 如果是淘宝，那 VIXRA 呢就相当于初创期的拼多多。那我特意统计了这个网站上的凝聚态论文，大家可以看到，发现也不是太少，当然和 archive 比还是少多了啊。那从2008年啊到VIXRA 创立至今呢，有1601篇论文上传，而 archive 呢，2023年一年的凝聚态专业论文啊，就有16000多篇。我们看看，这是2023年 archive 凝聚态论文的统计啊，所以呢，差距还是蛮大的啊。不过也没办法，是吧？民间这个科研啊，本来就充满了这种挫折和艰难。好的，我们看论文题目啊。论文题目呢叫铅铜磷硫氧化合物的潜在零电阻现象及其合成方法啊。那这个摘要啊说，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新的合成方法来制备铅铜磷硫氧化合物样品，以复制 PCP-OSOS 的零电阻现象，我们称之为大哲民机 DM 合成方法。通过电流电压测量观察到了样品潜在的零电阻现象。你看 potential 都会用这个词啊。那关键词是超导体、室温、常压和 PCP-OSOS。我们看导言啊，这个导言说呀，最近室温和大气压下的潜在超导体引起了全球关注。然而呢，在过去6个月里边啊，尽管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做了无数的尝试和复制，但零电阻现象并未被观察到。许多研究人员制备出来半导体特性的样品，这和原始研究小组的断言相矛盾，引起了重大怀疑。那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被认为论文中啊错误的指定了 PCP-OO 就 LK99 啊它的化学式。随后呢，研究小组公布了包含超导成分硫化铜的新化学式，就是 PCP-OSOS， X 等于 0.3到 0.6 Y 加 Z 等于 0.3到 0.4。 那这是依据 BRBCS 理论解释的。第二个原因是，尽管看似简单啊，但合成一个室温超导体样品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解决这2个问题对于迎接室温超导时代至关重要。此外啊，PCP-OSOS 的 MH 曲线也被测量了。引用6就是戴渊的论文，理论上发现了平坦带。那在这篇论文中啊，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简单的合成方法，来制备类似于单晶铅铜磷硫氧的化合物样品，并测量合成样品中潜在的零电阻现象啊。下面就是讲它的合成方法啊。合成铅铜磷硫氧化合物，合成过程如下：将
铅、铜、磷和硫的粉末放入陶瓷干锅中，氧气可以在空气氛围中被吸收。这个合成方法使用氧气切割器配合 LPG 气体和氧气1:1比例混合。由于合成过程中周围温度和压力的条件影响，合成产品会因加热时间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变化。然而一般而言，加热过程可以在2000到3000度范围内进行，大约0到10分钟。然后呢，物质在水中战火，以获得金属外观，表面为铜色，内部为银色。通常所得产品要不是陶瓷，要么是陶瓷和金属相的组合，或者是具有 PCP-OSS 特征的硫化铜峰值的单晶。当打破陶瓷的时候，只应收集里边包含金属的部分，可以调查这些金属部分的磁性质。如果在合成过程中引入了碳，则会出现黑色陶瓷。在过程中最小化碳的参与是最重要的。如果金属结果物的电阻率较高，或它的抗磁性特征比同样大小的铜弱，则可以重复热处理过程。重复合成过程可能会增强样品的抗磁性特征。这种热处理的重复可以涉及重新加热单个样品，或为合成重新加热多个样本。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各组分的详细质量比例未给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蒸发硫和磷必须以比铜更大的质量比例添加。我们在线发布了合成过程的视频，粉末信息将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说明。那他说图1就显示了使用氧气切割器进行的铅、铜、磷、硫氧化合物热处理过程的外观。那像图2所示合成样品表面呢均表现出铜色，然而检查横截面的时候，样品的内部始终呈现出银灰色。在进行电流电压测量的时候，我们建议测量深灰色或银灰色区域，而不是表面。表1显示了每个样品和这个铜板的尺寸。那图1呢就显示了氧气切割器对刚才看到这个铅、铜、磷、硫氧化合物进行热处理的过程。第3部分论文，电流电压的测量。在测量中我们使用电流源和电压测量部分分别是 Keithley 6221型和21822A 型。我们采用了著名的4探针法，电压探针电极间距为2毫米。我们测量了样品和一个铜板的电流电压行为。那图3就显示了在-100到100毫安范围内施加电流时铜板的测量电压。测量源数据在-50到50毫安的范围内显示出一些差异，但总体上它显示出了铜的典型的电流电压行为。我们通过了 V 等于 AV 等于 YE 计算了所有数据的平均电压，去除了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其中 V 是正电流 G 下的电压， V- 是负电流 I- 下的电压。通过拟合平均电流电压曲线的斜率，确定了铜的电阻为 2.8749 乘以10的-6次方欧姆，如图4所示那么计算的电阻力呢为 1.875 到 3.875 乘10的-8次方欧姆米，确认它位于铜已知电阻率的典型范围内。对于样品5测量的电压与施加的电流相比呢，即使与铜板相比，也显示出非常低的电压。此外，在-50毫安到50毫安的范围内，电压似乎不与电流成正比。我们计算了0到100毫安范围内测量的电压的上下总和平均值就是这个图6我们看一下图6。上下平均值分别表示随着电流增加或者减少到100毫安的测量，所有的数据平均电压 V 等于AV 等于 YO 提取，去除了电极的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其中这个 V- 是在正电流 I 下的电压，这个
另外一个呢是在负电流按下的电压。那么这是一种测量零电阻的技术，测量的电压在50毫安范围内保持为噪声，这被视为超导凝聚态的零电阻。通过计算 A 点的电阻，见图6啊，发现电阻约在 1.5 乘10的负7次方欧姆，比铜的电阻低一个数量级。假设样品是100%单向啊，样品的横截面等于电流通道的横截面，那电阻力评估为 3.9 乘10的负14方欧姆米。尽管真实样品啊，它的均匀性远小于单向，样品5号啊获得的电阻率是最大值，但由于电流通道的横截面较小，真实值要小得多，因此啊50毫安以及这个电阻等于0这个的凝聚态存在是样品5号含有超导组分或相的决定性证据。那么样品6和7也一致地观察到了如此低的电阻。图7就显示了样品6中的电流电压曲线，和图5相比较呢，可以看到电压在几乎相同的范围内接近为0。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平坦斜率在样品6的深灰部分得到确认，样品表面相对光滑，并确认能够良好的导电。此外啊，图8使用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了样品6的零电阻和超导凝聚态。我们还使用带有镀金探针的4点探测，对样品5号和铜板进行测量，进行交叉验证。那使用4点探测站是MSTech MSP302 型。那图9和图10啊，就分别代表了每个铜板和样品5号在负100到100毫安电流范围内的测量电压。那就像图8所示啊，这个铜板呢就展示了导体的典型线性的电流电压行为，和图3比较呢，表示成功的交叉验证。然而呢，就如图10所示，对样品5号在负100毫安到100毫安范围内的电压保持了非常一致，展示了与铜板截然不同的电流电压行为，电压明显趋于0，表明测量了零电阻的凝聚态。结论呢，就是总之，为了解决室温超导体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开发了一种合成铅铜磷硫氧化合物的方法。该化合物与可能的室温超导体 PCP-OS 类似，并测量了被视为超导凝聚态的潜在零电阻。这些技术可应用于室温超导体的应用。尽管存在测量设备的限制，我们的发现提示了进一步的调查有希望的途径。我们将在线论文发布中饱含原始数据。未来的研究将集中于克服这些限制，并探索化合物在更高电流下的行为。我们将很快发布我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温度依赖性ZFC 就是这个 FC 和 MH 测量的结果。那后边呢，他有一个感谢声明啊，说我们非常感谢老金同志监督了所有的这些研究，并且如果表现出任何就是说不信誉，就是不符合信誉的，我们愿与原作者们一同承担责任。我们还要真诚的感谢韩国量子能源研究中心提供的宝贵见解和对我们关于测量方法的询问的回应。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引用里面出现很有意思的内容。里边既有李世培的原始论文，也有老金的论文，还有戴院他们的论文等等啊，还有自然上的那个否定 LK99 的报道。郑大哲，这个你有多恨这个导技派是吧？你看，如果是吧？因为这篇 Nature 的报道让自己损失严重股市啊，肯定要把它拎出来鞭尸的，对吧？郑大哥这个性格啊，我还是很喜欢的啊，快意恩仇。那我们回过头来啊，看看这个论文啊，作为这个论文啊，其实就是简单讲了这个合成过程和电流电压的测量。说实话，作为一个论文的完整性来说，确实不太完整啊。但对于一个民间的复现爱好者啊，也是难能可贵。不
不过呀，单就零电阻测试结果，你可否充分必要的说明超导，或者说如果一个材料是零电阻啊，如果实验结果得到属实，能否推出这是超导材料呢？确实呢，这个零电阻啊是超导材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吧？但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义一个材料为超导体。超导体啊，不仅表现出零电阻的特性，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关键特性啊，比如这个麦斯纳效应，是吧？就是在低于它的临界温度的时候呢，超导体能够将它内部的磁场啊、磁通完全排斥，对吧？那么，因此啊，零电阻是超导现象的一个标志。但是呢，如果仅凭这个零电阻现象啊，是不能完全确定一个材料是否为超导材料的。理想的情况下呢，确认材料为超导呢，你需要观察到麦斯纳效应啊，这就能够直接证明材料在它的内部是排斥磁场的，对吧？从而符合超导的定义。那另外啊，对于高温超导材料啊，这个科学家还会探索，比如它的临界温度啊、临界磁场和临界电流这些特性，这些都是判断这个材料你是否是超导体的这个重要指标。所以论文里边啊，它的 MH 曲线呢，它引用的是单院的论文，这一点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合成方法不同啊。你怎么就能保证你的 PCP-OSOS 和单院的是一样的结构呢？当然了，我们既然讲啊，这是民间科技的论文啊，视野要更开阔，对吧？因为它不能局限于人类了，毕竟美国国防部啊已经给出了过去我们没有和任何外星人接触过，所以你看室温超导的重任还得咱地球人自己承担。这种新质量的高科技，万一外星人没有，那就是服务全宇宙的技术，对吧？所以本宇宙生命共同体的脑洞要开得更大一些。如果呀实验结果属实，是不是发现了一种零电阻但没有麦斯纳效应的新物质呢？这就是现在物理书里边没有的东西，一种全新的和超导理论不符的量子态或者是新的凝聚态的物质。比如说新型拓扑量子态。大家知道拓扑物质的研究啊，已经揭示了电子呢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展现出非常规的运动方式，这些模式呢在传统物理框架内是无法解释的。如果这个材料表现出一种新型的拓扑量子态，可能会提供零电阻而不显示出麦斯纳效应的这种新机制。脑洞再大一点，量子旋液体是吧？就是那个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quantum spin liquid 啊，这是一种理论预言的量子态，它的电子的旋转方向高度关联，但没有长程秩序，就可能导致异常的这种电输运性质。就这种状态可能解释了零电阻现象，而不需要超导体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特征或者标志。再一个呢，就是非简并基态的超导。如果超导发生在非简并的基态，那么它的行为可能会与传统的 BCS 理论所预测的不同。这可能就包括在没有麦斯纳效应的情况下发现零电阻。那再一个呢，就是晶体的缺陷效应啊，就是这个晶体中的缺陷或者特殊掺杂，可能在宏观层面上模拟出这个零电阻现象啊。尽管这种机制可能不涉及到真正的这种量子凝聚态啊，那当然最后就是一种全新的物质态。如果上面我们脑洞大开的4种解释都不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那么可能就意味着我们面对一种新的全新的物质态。这将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来理解这种行为和它的性质。那每一种可能性都代表了对现有物理学理解的挑战和扩展，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工作来探索和验证。那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物质态的理解，还可以为开发新技术、新材料提供理论基础。当然这一切之前，你得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可重复性以及在尽量详尽的这个验证是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步骤，是吧？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热情澎湃、这个热情燃烧的感觉？你单就这个论文来说这个毛病还是不少的啊。郑大哲也说了会尽快补充这个磁性曲线以及 XRD 的这个测试数据。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零电阻，那怎么可能没有钻石曲线呢？这还是从常规理论来说。好的，
我们啊会继续期待郑大哲的进一步信息，也希望国内的岛派们啊烧起来更精彩。再会。